如果家庭年电费低于2000刀，选择装电池的话呢，实际上会亏钱。不论政府补贴有多狠，建议您都要慎重考虑。为什么我会有如此的暴论呢？去年其实电池补贴最凶猛的那段时间，我帮10多个悉尼的业主算过这笔账，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，一半人不需要装电池。听完这3分钟，您花30秒打开自己的电费账单算一算，自然就会有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周，今天继续跟您聊一聊电池方面的事儿。很多人看到政府宣传 Cheaper Home Batteries Program 30% off， 加上新州1500澳元红包，就会立刻觉得现在装电池很划算，这羊毛不薅白不薅。这话真的对吗？其实吧，电池无论如何是个投资，能不能省钱跟补贴多与少其实没关系。跟什么有关呢？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你家一年电费现在花多少。简单说吧，14度电池装完大约7000到9000澳币，这是你要回的本。补贴只是给你打了个折，让你前期少付一点，回本快不快，看的是装完之后每月能省多少。那每月能省多少，看的呢是你家每月本来花多少，这是核心。有些人会劝你参与 VPP 可以赚钱，我呢不是不相信或者不懂这个交易原理，但是作为户用储能，我建议您能先考虑自己的用能需求。至于资产回报，放在10年周期考虑，也许投资美股或者投资 AI 主题，回报率都更可观一些。简单说吧，电费基数太低，补贴再大也省不回 battery 的装机成本，直到电池寿命到了都回不了本。电池做需求响应，接 VPP 赚钱，回报率还远没那么高。装电池怎么省钱？画个白板给您讲透。您家有太阳能，那发电最大的情况是白天12点。假设一下，那时候你家屋顶 solar 发电，但家里没人，电没人用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有2条路。第一条，电直接卖给电网，叫 feed in tariff， 也就是上网电价补贴。现在新州给5分1度，基本等于白送给电网了。未来电网还有可能因为要吸纳你的容量，反过来管你收钱。第二条，电存进电池，晚上6点到9点高峰时段自己用，因为高峰时段从电网买电要30到40分1度，这里里外外差了6倍多。听清楚，您的 solar 发电自己晚上用，等于把电卖上网的6倍价值，这其实才是 battery 真正的省钱引擎。那么实现这种省钱的前提是什么呢？您家晚上真的在用电，白天要么上班没人，并且你家太阳能发电很猛，晚上6点到9点您回家做饭、洗澡、看电视，这种用电行为和习惯才能真正吃满这6倍的高价值。您要是晚上回家晚，自己又不怎么用电器做饭的，又赶上周末不怎么在家，一到2人户独居，那大概是吃不到这个电池的收益的。装电池就是等于送钱给电池厂、battery installer 和电工了，哪怕补贴给您50%，您不是还是要出那另外的一半吗？再给你一个对照表，可以更好的评估一下自己加装电池大概多久回本，多久之后赚钱。别忘了，电池一般的寿命是10年，您自己算哦。按2026新州实测电费 distribution 一人户，年电费720到1308澳元。判断这阶段先别装电池，但 solar 本身仍然是值得的。上网电价补贴5分再低也是被动收入。2人户年电费1212到2208澳元。判断这是临界范围，费用高的话6到9年回本，低的话很容易大于15年。3人户年电费1464到2688澳元，判断大于2000刀就可以装，回本会比较快。4到5人户年电费2076到3792澳元，判断5到7年能回本。如果家里有电车，配合太阳能回本更快，新州平均1450澳元一年，这就是临界点。我再给您附上一个电池装机价，市占 Top 3，我按字母排序，没有性价比之分，厂商不要难为我。BYD Battery Box 14度，大约7200澳元含安装。Sungrow SBR 14度，大约9200澳元。Tesla Powerwall 3 13.5度，大约9000澳元。这个价格仅供参考，不论你选哪家，电费基数太低，差别不大，都回不了本。现在您打开你家电费账单，一定要看年度总额，不是月度，因为有冬夏季节差，或者月均乘以12。如果能看到分时用电，那是最好。这样能分析风谷用电习惯，那对照一下，小于1500刀，装电池基本是送钱给电池厂，不如先把 solar 的价值榨干。1500到2000刀临界，得看晚上用电多不多，大于2000，那值得认真算算。其实呢，
不同的用电习惯，每天不同的用电曲线，用什么样的电器也会影响您的回本和节省周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电箱和分回路的情况。您可以参考我上一期视频内容，有电池不等于能全屋备电。还有不同的电费 plan 也会直接影响您的开支和节约。澳洲呢，一个地区可能有30-40个 retailer， 100多个电费计划，哪个究竟适合自己？估计聊到这儿，您也是一头雾水。下期我给您分析分析，不同用电、不同电池适合什么样的电费计划，真正把钱省了。我是 Joe， 悉尼智能生活和智能建筑顾问，关注我，给您聊聊澳洲智能生活那点事。